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涵斌，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张天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访中的国家又再度加一了。这次是谁呢？是乌拉圭哦。乌拉圭总统呢，今天来访中了，而且他要一口气访问中国7天哈。这个呢，也是这个奥尔西首次对陆国事访问，这也是继委内瑞拉政局变天之后呢，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拉美国家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呢，将会跟他来举行会谈，来深化这个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呢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现在呢，中国的医疗船丝路方舟号呢，也首度停靠在所谓的美国后院乌拉圭这边哦。而之前我们就知道了，中国跟乌拉圭两国的交流就已经非常的频繁了嘛。现在呢，这个医疗船直接开进后院里面了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啊，除了这个拉丁美洲的关系啊，五眼联盟现在呢是不是一呢要决裂了呢？我们来知道啊，这个英啊、加啊、澳啊、纽啊，通通都接连访中，就连美国自己在4月也要来访中了，所以五眼联盟要掰了吗？那但是啊，川普其实是很吃味现在英国跟中国走这么近的，所以呢，他就说了说，你这个访中不明智。但是凯尔怎么说？他说呢，我感受到的是氛围已经大不同了，机遇正在敞开大门，这个是深化交往带来的一个重要收获。而对于美国说跟中国做生意很危险，英国的商业人士也不这么认为啊。他说，英国跟中国没有理由不展开互利共赢的商业合作。尽管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复杂，但我们仍旧对英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两国保持商业合作呢，保持着一个乐观的态度。而且现在怎么样呢？大陆的车厂啊，像是比亚迪啊、小米啊，都要到英国来投资布局喽。这个是卫报的报道。去年中国品牌像是这个比亚迪还有小米呢，在英国的销售量都大增了，所以人们啊是越来越希望啊有一家中国公司能够在英国建厂。那么2025年呢，中国汽车也将占英国新车的销量约9.7% 哈。那么现在呢，《纽约时报》呢也上火了，他们说啊，明明中国都没有做任何的让步，结果美国的盟友呢就自己的来向你靠拢。好，这个是中国人大国际关系教授的一个说法，说呢，美国盟友的态度转变啊，其实呢就源自于中方在美国压力下拒绝妥协的做法。美国的盟友呢需要分散对美依赖风险，自然而然就选择中国了嘛。而且中国的实力与立场都赢得了尊重。好，那现在也被说了，五眼联盟真的玩完了吗？因为过去7个月里面呢，五眼联盟除了美国之外，4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去访问中国了嘛，而且也释出了愿意重新审视对华关系、靠近中国的信号。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就只差美国，美国自己呢，也要去访中了。好，那现在新加坡学者就说了，就是因为川普你这个交易式的外交政策啊，包括呢对美国盟友的威吓呢，已经削弱了五眼联盟赖以成立的信任跟合作规范了。好，另外呢，除了五眼联盟，我们来看到这个4方对话，现在呢也掰了吗？好，4方对话是哪4方呢？澳、印还有什么？美国跟日本嘛。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日本哈，日本的高市早苗呢，就非常的想要见到这个川普嘛，所以他可能考虑呢，在今年春季的时候访美期间呐，能够先这个在川习会之前呢，先去见见这个川普。但是川普有可能给你什么承诺吗？因为川普现在就也很想要去见习近平啊。那日本你还自己在这个固步自封吗？因为他现在呢，想要恢复这个2战时期皇军使用的军衔呢，像是少佐啊、大将都回来了。这个时候，这些这个自卫队人员的军衔名称呢，恢复是2战时期日本皇军所使用的称号。这个构想是想要这个与国际标准接轨。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说难道这不就是让大家觉得我们又在扩展军权了吗？好，除了这个之外啊，日本的经济现在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就是日元喋喋不休。结果日元喋喋不休，高市怎么说？高市说这样子对出口是大利多啦，可是你这个出口大利多，
财务省的立场明显的就是不希望日元一直跌啊，那这样子的冲突呢，可能会加剧日本的经济状况哦。好，那这个四方对话的其中一方的印度呢，现在呢跟中国也是走得越来越近了，甚至已经松动了对中的投资禁令，还希望中国重返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好，那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官员都开始转向了支持企业界的看法，认为一旦缺乏来自中国资金与技术，那么印度的经济恐怕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面站稳脚步。而且我们知道美印最近也是交恶了嘛，像是川普呢，去年就已经拒绝去参加印度主办的这个四方峰会哦，所以来看到其实现在呢，好多美国的盟友都转向了，但是是美国自己把他们给推出去的。我们来请教彬哥。其实现在整个态势蛮明显的，因为美国变得高度不确定，然后风险性变得很大，那导致过去本来是美国盟友的这些国家一个个都纷纷转向，而且现在连乌拉圭都来，那表示川普想要坚守的所谓西半球这边也出现松动的迹象。那当然，川普应该是不会做事，他应该接下来会出招。那可是问题是，美国现在找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你说去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很危险，那请问一下，美国没有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吗？一样有啊。那你自己都还打算4月要去见习近平，那别人去见你就不高兴吗？所以这个很难讲出一个能够说服他人的理由。那所以现在即使川普看起来很不爽，可是其他的这些国家还是一个一个去见中国大陆。那实际上对他们来讲，你美国市场风险性太大，现在就是当然要想办法去开拓中国大陆的市场，而且中国大陆的市场消费能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会逐渐的转换他们过去抗中的战略，然后在经济上跟中国采取一种协商甚至妥协的态度。那当然你说这个演变主要还是针对川普现在在到处这样子乱搞而来的。那川普什么时候会改变他的作风？也许这些国家也会跟着转向。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在观察，他当然也希望能够跟这些国家发展进一步的贸易。可是这些国家什么时候会变卦，其实谁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些国家实际上对中国大陆，你说他真的完全放心吗？也未必。所以大家都是彼此在摸索当中。那只要国际局势出现变化，可能整个态势也会产生变化。但是川普显然在短时间之内不会改变他抗中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势恐怕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那至于说日本，他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好不了，所以他当然积极的想要拉拢美国对他的支持。那如果说高市早苗在3月的时候真的能够去，那当然这是在2月8号他选完之后，表示他仍然是日本的首相，那也表示自民党获得胜利。那川普当然有见他的理由。那可是如果川普跟高市的互动太高调，甚至展现出美国力挺日本立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我就怀疑他4月是不是真的能够成行去见到习近平，这个恐怕就会出现变数，所以目前都很难说。那日本自卫队如果真的想要把少佐大将这些2战时候日军皇军的军衔恢复，对中国大陆来讲这是好事啊，因为中国大陆目前一直在指控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那世界上其他国家现在除了俄罗斯之外，反应都没有很强烈，因为大家觉得这就是你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冲突而已。可是如果日本恢复这样的军衔，那就是落中国大陆一个口实，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刚好给我抓到把柄证据，所以日本想恢复，对中国大陆来讲应该是蛮乐见的。那高市当然现在就是一意的想要去呈现出一副日本经济情况大好，我们整个情况都在控制之中。为什么？因为2月8号他们就要投票了，所以他当然要展现出一个，他一份欣欣向荣，在他的领导之下，日本已经转危为安，展现出开放的新局。那至于说实际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各方有不同的解读。那其实你看2月8号投票的结果，就可以知道日本多数民众到底是信任他还是不信任他。那现在各方的解读是不太一致，有人说他民调开始下滑，也有人说对他的支持度看起来是升高的，所以我们也不用乱猜，2月8号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显然，从过去美国一连串布局的所谓的印太战略，甚至四方对话，现在都面临一个瓦解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瓦解的根源是什么？还是美国自己嘛？因为美国自己在到处乱搞，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所以不是中国大陆有多厉害，而是美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好多国家都在中美选边站了哈，但是在这个日本跟中国的方面，美国也要选边站吗？那日本可能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中国哈。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对于这个美国而言哈，其实传统上哈，在亚太地区或是印太地区最重要的2个盟友，排名第一应该就是日本哈，第2名可能是韩国。或是其他美国在这地区里面的重要的一些历史上的这种条约盟国，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变化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对川普来说哈，他并不是不在乎日本，他是在乎的，但是他的一个风格就是不像过去的美国总统这么在乎美国的这种联盟的体系，还有所谓的美国的这种全世界多边机制。那刚才这个图表上有这个 Quad 美日英澳是不是真的可能会名存实亡并不敢说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我们知道在拜登政府时期，当时我们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做小多边小多边的机制，Quad 就是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代表因为它基本上是在拜登任内把它深化有所谓的元首峰会，那还有一个叫做 AUKUS 美英澳的3方的安全合作，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在川普就任后到现在1年多以来，这2个机构还是会开会议。还是有这种部长会议，但是它对美国的外交重要性已经跟过去大大不同。那第2个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有好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络绎不绝包括像是爱尔兰啦、芬兰啦、韩国啦包括像是这个英国啦，还有包括像最近的这个英国，还有今天特别提到的这个乌拉圭。但在这么多国家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国家还是韩国。还有包括这个加拿大，还有所谓的这个英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代表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怎么讲？重新有一个校准。而且这3个国家领导者上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分别是2017、2018、2019，代表什么？好久都没有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所以它代表某种程度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重新的一种怎么讲定位啦，就是可能不像过去这么追随美国。在川普1.0跟拜登就是以美国马首是瞻，而且是非常敌视北京，他们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但在这里面我觉得英国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施凯尔访问中国大陆，他有很丰富的一些行程，也谈到丰富的成果包括做了10个这个协议啦，而且有具体的成果，就是中国大陆单方面给英国所谓的这个免签30天。对中国大陆而言这样的待遇并不是非常罕见，因为全世界它大概给了50-60个国家，可是西方国家里面包括像是澳洲、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有包括亚洲的日本早就给了，可是英国并没有给。那施凯尔政府其他的外交政策从去年就有一些征兆，在修补跟中国大陆关系。那这一次我觉得非常明显。那还有威士忌酒的关税从10到5。但我们仔细看一下，我觉得施凯尔他比加拿大的卡尼总理更小心翼翼。他希望做到的地方就是我跟中国大陆弥补关系，增进很务实的经贸的往来。但是呢，我比较不希望是直接开罪川普。那卡尼的讲话虽然有时候不指名道姓是川普，但是大家听得很清楚，他是在批判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让加拿大觉得非常感冒，受不了了。所以他说中等国家应该有做更多的联合。可是英国施凯尔首相的讲话，他基本上不会讲到这个地步，而且我相信他会有一些跟美国在其他私下的一些保证比如说我在某些领域上跟中国大陆的合作还是有些限度的，这一点我觉得跟施凯尔跟卡尼重大的不同。那大家可能会问说，有这么了不起吗？法国马克宏访问中国大陆也是很浩浩荡荡，但是马克宏访问中国大陆并不是那么的罕见所以我觉得英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真的比起卡尼这个施凯尔真的是相当的谨慎啦。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看起来很多的欧洲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在排队了，想要去跟中国来建立好关系。幕后功臣是谁？就是川普啦。我们来请教店长。主持人说的没错，川普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川建国，对中国的整个战略军运全部几乎是他提供的。2026年才刚开年1个月，目前为止已经有6个国家到北京去访问了，
韩国、加拿大、爱尔兰、芬兰、英国，以及现在正在访问的乌拉圭，几乎5天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大概有这么频繁的。这是我想外交部的礼宾司啊，北京外交部的礼宾司一定是最近是忙死了。但是呢，这么多的国家以及所有这些可能要去访问的，我觉得川普要从这些里面去检讨一下自己哦。我觉得那个刚刚李教授有说过，那个英国是这个叫做最有趣的，很保守什么的。那我觉得最值得所有人要去警惕的是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跟美国根本是亲兄弟，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当初都是英国的移民，后来因为美国独立才跟加拿大分开。加拿大现在的名义上的领袖还是英皇，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一个亲兄弟，同时之间这样移民过来的。那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国家在乎3样东西的，第一个是利益。那加拿大2024在关税之前，它76%的出口到美国。第二个是它的安全。美国跟加拿大有一个北美共同防空协议，美国的空军飞到那个 F-22、F-35飞到加拿大领空都没问题，因为他们2个国家就这么好，他们安全几乎是绑在一起的。然后美国羞辱了加拿大什么东西？你知道是第3项，尊严。国家就是利益、安全、尊严，他根本不把它当一个国家看，认为你就是应该是我的第51州。而且我相信不是川普就这么讲一讲而已，你可以看得到卡尼斯到中国大陆他所采取的亲中的措施以及谈定的协议，你去仔细研究看看，加拿大可能建国以来到今天都从来没有跟北京的政权这么亲近过。那你从川普的反应你会知道，川普说什么？川普说加拿大，你敢跟中国签订你这个协议，我抽你100%的关税。大家应该听得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伤害很大的。那所有别的国家，其实你也应该去想一个，跟美国这么好的一个国家，紧紧绑在一起的国家，他现在对美国的态度不是说因为我的利益我要去中国大陆，我现在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加拿大做法就分裂，我根本完全不理会你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要去检讨一下，是不是你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我们也要去想想。有一天可能我们台湾哪有跟美国像加拿大这么亲近？有一天我们也被他卖掉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特别要说一下高市早苗哦，高市早苗的赌性坚强，他这次不是宣布提前结束众议院吗？我觉得他那个赌性就是跟赖清德的那个叫大罢免类似，因为我不过半嘛，我就赌一把。但是赖清德大罢免失败，他不会下台。你们知道高市早苗如果这一次的选举以后，他的叫做席次更掉的话，我认为他会下台。所以你就知道高市早苗是一个多么敢赌的人。他明年会不会见到川普？你先等这次选举完吧，看看他如果能够席次增加，或许有可能。不是明年啦，就是3月了哈。但是他的赌性坚强这件事情呢，他也是付出了相对的代价。我们的赖总统不愿意哈。好，我们接受时尚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国政坛最近有个非常明确的讯号，那就是打贪还没有结束。那对此呢，川普也说话了。川普呢被问到这个张又侠、刘正利被立案调查，他就说了说，在中国就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习主席，他正是我在打交道的人。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现在里面是怎么样呢？解放军报就在头版发布了一个题为“坚定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心信念谈论。此案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大成果，反贪腐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而这篇文章中是8度提及了习近平。好，那说到了打贪没有停来看到这个案件那就是中国应急管理部的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他因为涉及违法接受调查，成为近期整肃行动中最新落马的官员。那有记者就透露了部长呢原本是要参加会议的，却是在半个小时前人突然间消失了，而且呢3天就已经落马了2个正部级的哦。好，这个是央纪委的国家监委网站上面显示，今年1月被查的中管干部呢已经有8个人了。那在这个王喜祥之前呢，1月29号的14大人
14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的副主任委员呢，孙少成呢，也才刚被查而已，看来出来这个打贪的速度呢越来越快，而且密度呢也越来越快了哈。而我们另外来看到啊，现在呢这个美国啊，竟然是一直亲手在把人才给赶跑吗？我们来看到这个 Meta 的华裔科学家呢，他回中国探亲了之后呢，要返回美国，结果竟然是遭到了拒绝。他可是在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里面担任研究科学家的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才哦。但是他要重新从中国返美的时候呢，就算他拿了O1杰出人才签证，想要入境都被拒绝。好，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呢，被引用过了6900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才。但是啊，而且我们知道他之前华府智库也说了，说我们的人才呢正在外流，结果竟然因为这个签证的问题就放任他。好，那除了这个人才之外呢，中国呢现在的科技进展越来越大了，疑似呢也是美国造成的，因为呢，2025年全球的晶片设备制造厂商前20名中呢，就有3家来自中国。这很明显呐，就是在2022年美国实施出口限制前的一家呢，取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程度哦。你美国越限制，那我中国自立自强，我就做得越强大。而现在啊，不只是科技上面中国非常的强，在文化方面呢，美国的接受度也越来越强了吗？我们来看到呢，现在啊，这个 TikTok 呢，竟然是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呢，在 TikTok 上面呢发布了一段自己吃小笼包的影片，结果呢意外的爆红哦，而且他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就只是拿着这个筷子吃小笼包而已，结果莫名其妙就获得了140万的播放。那么10月的时候，也有外国女生晒出自己吃面条、吃毛豆，那也是只有短短10秒钟的影片哦，播放量就达到了60几万。那后来啊，这个华裔喜剧演员呢也参与进来，唱了一首《一剪梅》，周杰伦也特别给影片点赞。那么之后啊，不论是做出任何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事情，就会有人就是提上一句 "You meet me at the very Chinese time in my life"。那么很多的华裔网红就意识到了，哇，这是一个输出中国文化的好机会啊！所以呢，做任何跟中国扯上边的东西都会爆红。那么不只是在这个 TikTok 上面拍影片啦，这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拉布布啊，也都很受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喜爱。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最新的调查显示了，有64% 的受访者表示啊，中国目前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呢，已经跟美国不相上下了。而且年轻人呢，是更倾向不认为美国优越哦，而且去接触中国，更多都是透过像这种拉布布啊，或者 TikTok 等创新产品的。在他们的眼中啊，中国已经不像他们过去描绘的一个巨大恶狼了。好，这个显然呢，中国的文化输出呢，也成为美中对抗的一个很大的筹码了吗？我们来请教彬哥。我们最近看到，包括张幼霞，那包括昨天传出的这个王湘琪啊这些东西，那这到底是真的如官方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因为腐败、贪腐的关系被这个抓起来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如果都是因为贪腐的原因，那这就表示中国大陆高层、共产党高层的贪腐情况真的非常严重，严重到习近平必须要不断的大力整肃。而且实际上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都会有这些高官因为贪腐的原因被抓走。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整肃，还没有办法清除他们的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中国大陆自己内部恐怕隐忧很多。那如果不是因为腐败只是因为表面上理由，而是另外的一种权力重整的话，那这是不是在为这个习近平的下一任在做一些准备？他要让权力更加集中，然后把所有即使过去曾经是他心腹人，那只要不是全力支持他继续连任下去的，那他就要扫清。那是不是这样的因素呢？这个就有待观察。那总之，在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像川普所说的。习近平就是中国大陆的老板，权力会高度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当权力越集中的时候，他如果判断都正确，那对中国大陆就会有帮助。那如果他出现了错误的判断，就可能会把中国大陆引到另外一个方向。那目前就是我们也只能够等着看习近平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那至于美国现在因为担心
中国大陆去窃取甚至取得它的先进科技成果，所以现在开始限制中国大陆的人才。那甚至也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人才，美国现在开始对全世界很多人才都在采取限制。那美国当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最强的科技最强的国家，其实就是广纳全世界的人才。那现在这样子，短期中也许可以获得，就是防止它的某一些机密外泄。可是长期下来，对美国自己的科技提升其实是有害。那这个状况，美国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就要看美国自己。那在如此的情况下，其实反而促成了某些人才回流到中国大陆去。那这个对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个太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要看美中自己各自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当然很希望用各种方式去突破美国的封锁。那现在我们刚前面也提到了，美国正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是美国在帮中国大陆解除很多封锁。那更不要说在网络上，之前在 TikTok 被禁的时候，有一阵子小红书就爆红，然后现在你说光是吃个包子，老实讲，我看他那个影片，我只有看到，我觉得他那个小笼包怎么特别大颗，其他我倒是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莫名其妙就爆红。那这当然可能是年轻人之间的一种风潮，也就是突然之间觉得中国大陆的事情很新奇、很有趣，什么东西都想了解一下。那你说就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变成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吗？我根本不认为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大家跟着玩而已。那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它的底蕴，没有它的内涵，那这些人可能喜欢一下子之后就去追别的东西去。但是中国文化如果能够真的让这些人觉得是有内涵的，他才会继续跟随。那就要看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体认到底是如何。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生活方式，老实讲有点过于夸张了。我们大家都中国人啊，你有每天早上喝粥，你有只喝温水不喝冰水吗？其实也没有，反而我们的生活其实现在越来越西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文化都是互相影响，能够了解别人的文化也不是件坏事。那可是这种情况如果放到台湾来，我跟你保证，政府一定说这是认知作战，这个很危险，这个要全面禁止，不然的话，中国大陆的思想就会深入台湾人心了。那真的有这么恐怖吗？我一点都不觉得。所以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呢，已经不再认为中国是这个川普口中的这个大恶狼了。很多的理由，可能也是川普自己推了一把，因为川普自己也很喜欢看 TikTok 啊。我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我先提一下哈，这个刚提到的这个王子凡这位科学家哈，中国大陆科学家，严格来讲应该不能说他是华裔了，因为他也没有取到美国的这个国籍。但这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它基本上反映从拜登到川普，目前为止美国在这个移民，还有在这个身份签证方面，我觉得还是趋严。那尤其你是来自中国大陆尤其你的领域是跟高科技AI 相关因为这位王姓科学家他是在 Meta 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跟他的工作，他的专长跟 AI 相关，而且有趣的地方是，他不是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美国海关阻挡，而是他是回中国大陆探亲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使馆里面领事馆里面这个他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重新的签章被拒绝，这是很特别。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过去应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美国签证类别不外乎 F 留学生 ，J 是访问研究交换。还有这个什么 B 这是商务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H1 比如说是那种工作的签证。那还有一些比较特别，比如说 L 是跨国企业里面这种身份这种工作，但他拿的是 O 是什么 ？O1 其实是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其实我查下资料，在2024年美国大概核发不到2万个。它基本上应该比我们所熟知的 H1 是美国的雇主每一年是85000个，而且还要抽签，还是有所不同。但 O 里面又分成2者 ，O1A、O1B。O1A 指的是比较是科技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人才 ；O1B 比较是一些比如说这种文化类的、艺术类的、影视类的人才。所以这位王姓的科学家，照理说他应该是 O1A 这样的一个状况。但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很难说它是孤立，但是基本上它反映出目前整个环境因为基本上美国的这些官员这种签证的官员、领事的官员
当他不给你比如说签证上继续盖章，或是不让海关不让你入境，其他的理由他可以自己做裁夺，他不需要给你非常明确理由。这个案例可能就是我认为国家安全，我不再给你继续的这个盖章。但是川普自己都承认了啊，美国的确是缺人才啊，结果一方面又在这个签证上面刁难，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哈。我们来请教黄检长。首先我要说，其实执行这些签证啊、入出境管制，其实有不同的单位，有时候他们各行其事，包含你有时候进出中国大陆都是一样的，国安单位有国安单位，这个台办有台办，他们真的都有不一样的，就是他不是沟通的很好。那如果你都沟通完毕，可能说，这个人让他回来，但在过程中间，有些人可能把他给挡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一直在好奇就习近平为什么打贪打得这么严重？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知道他从上任到今天，他不是说最近那个是上将，你觉得很明显嘛，就是引起话题。他从上任到2025年的6月30号，就去年的6月30号，所有被他查办的人、下岗的人、被处分的人超过600万人。那我也算过他的人数，因为他有公布他的人数跟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他大概抓了6.6%的中国共产党。我想说他为什么呢？其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特殊的党，他党国一家的，就是你别认为他党就是党，他就是这个国家。然后除此之外呢，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身份非常难进去，不像我说我今天我去申请一个民众党，这个民进党或是这个国民党，哇，好高兴，也跟他缴个费就让你进来。我一年缴1年的话，好高兴。共产党你去申请看，有的人申请7次8次，还要有人作保，还要证明你怎么样没问题好不容易进去。然后他们现在的人将近1亿，他们在整个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间他们要用的是能人，就有能力的。我让这个城市，好比说这个是我要赚钱，可是他现在已经强大了，富强了。崛起的阶段能力强大了以后，他要什么？要道德。可是他们贪腐的真的是很严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文化国际所教授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浅秋，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国际呢看到一个趋势风向是如此的，很多的欧洲国家陆陆续续都往中国大陆走，其中最新是乌拉圭总统也抵达了北京。那么访问的时间预计有7天哦，几乎在访问的时间大概都有1个礼拜这么多。那来的去的这个城市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元。那么这次同样是乌拉圭总统2024就任后的首次对陆国事访问，也是2026年首位访中的南美洲国家元首，包括北极圈，包括欧洲五眼联盟，除了美国以外，大家通通都往中国大陆走。代表团高达80个人，涵盖了能源、农业、科技等等的领域，表示呢，甚至连锂矿开发都是未来的合作项目。那美国宣示唐罗主义之后，这是川普公开讲自己是唐罗主义的哟。首位访中南美洲的元首，隔壁的邻居好朋友都往大陆走，想必乌克兰这个是乌拉圭总统说，为了乌中友好大添砖瓦但是川普显然是不会开心。其中刚刚离开的是施凯尔，英国的首相。英国首相在旋风式的访中期间得到了非常多声量，尤其他自己发的文章也蛮多的，影片都很热闹，都是非常正面的。其中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特别讲，英国这一次去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签署了出口的关于开展共享大城市出口中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双方在出口这个项目上面合作的商品服务都是最高规格的一个国家。所以在施凯尔跟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场合里，他也公开的邀请
2027年英国将举办 G20 的这个会上，也期待习近平到时可以访英。那么还有施凯尔到上海去哦，旁边有一位女性，被形容叫做中文时期的外国人，可是她其实过去是英国的女明星。这段对话哇非常有意思，曾经是金球奖的影后，她呼吁大家，也呼吁施凯尔大家一起学中文。听听这段画面。My children do. I've always felt Chinese wa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I gave myself a Chinese name maybe 10 years ago, which is Patron. I'm proud sometimes I'm walking through London and somebody says Patron, what? And I turn around. It's very nice. 这个中文名字裴春华3个字，据说都有寓意的。这个华其实是中华的华，那有他自己的解释，但他原名有 Rose 玫瑰啊花的系列。的确，在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这种对于文化的各种认同里头呢，连这位英国企业巨头麦拉伦的执行长柯林斯都公开的随行之后受访讲啊，他1年来大陆是6次，也可以看见中国的境遇。中英合作是未来世界距离越来越近的这个证明，而不是加剧世界的分裂。施凯尔自己 po 文的影片也非常有意思，特别有看到有衬底音乐啊，各种的效果啊，哇，缤纷！从北京、上海各地跟民众的互动，甚至吃小吃等等，他都有很多的影片赞扬中国境遇啊，特别跟当然是跟诉求是他自己国家的民众嘛，看看上海到哪，北京到哪，然后我们做了哪些各种的合作项目，对于英国来讲会有多少的经济合作的利益在里头，强调的这个交融不只是文化，还有实力，就是说实际在经济上合作的进账哦。所以五眼联盟要散伙了吗？为什么标题这样写呢？这个标题是 BBC 写出来的。他说，西方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密集访华？因为中国大陆不搞西方拉帮结派那一套。不需要其他国家去表忠心，也不需要其他国家采纳他的意识形态。这个在讲的都是谁呢？当然是川普喽。而五眼联盟现在4个国家通通都到了北京，现在只剩下川普还没有到，他能不急吗？委员，我先谈乌拉圭好了，好，因为乌拉圭呢是在施凯尔之后带了一个更大的团，有80几个企业，那么到了中国大陆，而且他访问的地点是北京、上海，再加上施凯尔没有去的深圳跟成都。乌拉圭这一趟来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川普军事绑架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以后啊，他软硬兼施，一边骂着巴西，一边骂着哥伦比亚，一边呢也拉拢了这个阿根廷的米莱。他就想把他的后花园先稳住，而就在这个时间点，乌拉圭不做搞平衡，乌拉圭站对中国，带了这么大的团到中国来，而且一待就是7天，非常的长，到4个城市，所以中国对乌拉圭总统的来访也非常的礼遇，不但李强见他，习近平也见他。而且呢，他带来了很多想跟中国投资的项目，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也是1月以来应该是第7个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那他接着谈到施凯尔，施凯尔这一趟来中国也非常的具有指标性。我们知道啊，在他来的同时，英国的下议院在大力的抨击他，尤其保守党的议员，所以也不要以为说他邀了习近平明年7月参加20国集团峰会到英国去访问，就一定可以成行。因为英国最近这几年，从卡梅伦以后，他的总理、他的首相，就像走马灯一样的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保守党再上来了，可能对中国的政策又变了。在英国就是这么有趣，2个党政党轮替，保守党基本上是媚美反中，而工党呢也不见得亲中国，工党只是比较温和、比较平衡、比较务实，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第2强国。
所以必须跟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而斯凯尔就是工党的领袖，所以这一次斯凯尔到中国来，也带了一个60几个企业的大团，还有2个部长。而这一趟来，他显然是做了功夫，尤其到了上海，你会发现，他对上海的豫园啦、蝴蝶酥啦，甚至对很多上海的民俗艺术，他连身兼都知道是什么，所以是非常细腻的，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他带来的，基本上跟中国最有合作空间的，就是金融服务业跟药品业，而阿斯利康已经跟中国签了合作的合同了。那另外呢，中国的小米、比亚迪也准备到英国去投资。那紧接着就最关键的问题了，刚才浅秋特别提到的五眼联盟，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包含了英国、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纽西兰，就是为了围堵中国的。可是你现在看到，去年的6月，纽西兰的总理到了中国，7月，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到了中国，今年的1月，加拿大的卡尼先到，接着英国的斯凯尔也到了，到了4月，连川普都到了，整个对中国的围堵、遏制、封锁，真的封不住了。为什么？有个神助攻人物叫川普嘛，就是因为你川普基本上做一个领导者，你本来就要跟大家雨露均沾、利益共享。可是你川普的作风，好的你都要，然后所有的把对方的尊严踩在脚底下蹂躏，所以当然不讨喜嘛。那中国的做法不是，中国的做法至少我平等对待其他的国家，大家都是朋友，你来我欢迎，恒久的友谊我尊重。是，所以当然，五眼联盟要去围堵中国的企图，当然会失败，当然会瓦解。因为我们老师的确，英国跟美国一起站队抗中已经蛮长一段时间，这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破冰的行动。当然也来自于您即将要代表国民党的访问团要访中哦，这整个社会的国际上的氛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大环境。是的，我先讲一下那个裴淳华哈，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气质影星嘛。那他前一阵子这几年呢，你看即使是美英跟中国关系不好，他都会在电视上谈到他小孩子如何学中文，他自己如何学中文。那电视的一些这个 talk show 访问他都直接讲，而且他认为学中文就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准备。那他在电视上最有名的一句话说：“那你讲1-2句中文呢？我讲啊。”我最有名的是脱裤子放。那句话就变成很有名了。经典。那3个原因了哈，为什么现在这些西方国家在这个月，上个月法国马克龙去了，这个月你看到加拿大、英国，加拿大、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国家啊。那下个月德国也会去，乌拉圭也会去，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啊，就中美的实力真的是越来越接近。然后呢，这10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贸易战，尤其是去年全面性的贸易战，结果中国的反制，然后呢加上稀土，让美国承受不住。同时这10年，中国其实不管是贸易、出口、制造，都不断的在发展，科技也在发展。去年它的顺差来到1.2兆美元，那这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这些国家发现到，这个连美国都改变了。我们怎么可能还在这边继续反中？第二点，那就是川普啊，这个船长带着大家，应该是要去这个带着大家维持稳定的。结果他不只是去撞冰山，他还拿着刀要去杀的这些砍这些他的盟邦，那当然就有一波跳船潮嘛，对不对？那所以川普让世界、让西方看到美国的威胁，那这个东西，川普还有3年。3年之后的川普其实也可能继续这个政策，
所以这些盟邦国家虽然军事上还是依赖美国，但是在外交政策、经济政策一定要做一个平衡外交。那第三点呢？过去这10年跟随着美国去对中国的打压，其实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真的是有点距离。那从自己的经济利益跟就是外交利益、地缘政治的考量，这个时候还不赶快要去修复关系吗？当然要，而且这个大家一起去都可以把那个风险分散掉。那你不要特别的凸显哪个国家在这个时间特别明显。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台湾，那连这个西方国家，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韩国都去跟中国大陆修正关系。那台湾呢？我们现在你知不知道，去年2025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是顺差来到将近1450亿美元，和台币约4兆5千亿台币。我们赚人家大陆4兆5千亿，同时间大概赚美国也是1500亿美元。所以中国大陆对我们的贸易关系重不重要？尤其是传统产业、农业产业，还有就是精密工业，那比例上输往大陆的比输往美国多很多而且都是比较低的关税，甚至零关税，早收清单。你从台湾人的经济贸易而言，两岸关系重不重要？可是现在两岸关系怎么样？兵凶战危，不得了的兵凶战危。民进党任何的人，从政治人物到支持者到青鸟，你谈到中国就是仇中反中、抗中保台，那没有这样回事啊。那你基本上其实你是邀请两岸的进一步的冲突吗？两岸之间军事实力比较，难道你不了解吗？就算1.25兆我们都买到了，还不知道买什么东西，钱都花出去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又能够保障台湾安全吗？军事自卫武器是重要，但是3分军事7分政治。你不是过去马英九时期的8年，不就证明两岸的沟通互动可以维持台湾的稳定跟发展？而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国会第一大党，那当然要展现在这个兵凶战危，全世界都去跟中国改善关系，美国已经变得不可靠，看到川普的威胁的时候，你还在这边对于两岸的这种接近任何的接触，你还要在那边指指点点、抹黑抹红，你真的是不为台湾人思考啊！你真的是不了解现在从国际到中美到两岸的变化呀！真的是这些政治人物要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将军，像这样负面的氛围，其实不只是两岸之间在英国也会有这种外媒报道很担心英首相访中期间会有谍影床等等的，还建议他最好换衣服要躲在被子里换衣服，这种新闻都出来了，因为避免被监看、监听等等的。那么施凯尔受访还特别否认，我没有这样做。这场在访中的过程当中，一路上看起来都蛮友善，更多的合作创造出来的契机。这些报道难免还是有负面，但他完全否认。其实我们讲五眼联盟为什么叫五眼呢？就是这个眼睛是盯着谁看？盯着中国看的嘛。事实上，这5个国家是情报共享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情报共享。当然很讽刺的，这5眼包括原先的这个去年纽西兰跟澳洲2位总理都已经先后去访陆了访华了。那今年来讲，我看大家排队从这个加拿大的这种卡尼，那这次英国这斯凯尔到中国去访问，其实是收获满满了。除了在经贸方面，我们看到双方有很多的投资，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 AZ 在中国有大笔的投资之外，那另外来讲，在政治上面也很有斩获。譬如说是英国原来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有7个议员，因为是属于鹰派的议员，他们发表了所谓新疆人权的问题，被中国实施制裁。那这次这个斯凯尔去以后，中国也释出大礼包，将这个7个议员已经解除制裁了。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斯凯尔邀请这个习近平明年2027年到英国去访问，当然是借着 G20，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 G20 的国家再加上明年是英国是 G20 的主办国，所以顺理成章，这时候邀请习近平去英国去访问，我觉得这是这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个这个中英2国一个活动。当然这些活动当然会引起川普的不高兴、川普的生气嘛。所以川普之前在卡尼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说是加拿大继续跟这个中国走太近的话，他要对加拿大课以100%的关税。但是我觉得加拿大跟英国这次2个总理去访
访华哈，都共同声明一点，他们不选边站。那中国也没有逼他们选边站，我觉得大家就纯粹就经贸上面来谈。那之所以我讲一下这个中文，确实是中文以后，如果说你要跟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了。在何立峰在达沃斯论坛也讲这句话，他说中国不但是要当世界工厂，也要当世界市场。那你要到世界的这个市场去做生意，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个中文。中文表达的，如果说你要跟中国人做生意，你表达的不只是中文的文艺上的表达，你必须还了解这个文艺上的内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从美国到大陆去，特别到北京大学去学中文，他还背了很多诗跟词，因为中国文化文字之奥妙，不是在表面上那个文艺的表达，而是在这个诗词所赋予的含义。当然，如果说你跟中国做生意，你可以有一句诗跟词表达出来这个意涵来讲的话，我想说更快可以促成这笔生意的谈成哈。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各国现在可以说，学中文都已经是热潮。不要忘了，川普1.0版的时候，川普的孙女也在习近平面前秀过英文，秀过中文。今天礼拜天，根据很多外媒报道，就是川普要攻打伊朗的日子。不过当然是美国时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态。但是在伊朗的南部发生了爆炸案，北南各有一起，而这起南部的爆炸案呢，是在南部的港市爆炸的。当局是说这个爆炸只是瓦斯外泄而已，不过整栋楼啊被炸得灰飞烟灭，很可怕。这个根据像当地的媒体报道，造成的是4人死亡。那认为是跟所谓的美国攻击没有关系，但国内当然是充满了这种恐惧的情绪。而川普呢也继续放话，他说伊朗证实正在跟美国接触哦，是不是开打？看状况。那媒体问他说，那到底是不是会有像上次斩首攻击委内瑞拉的状况等等来进行呢？他说我们不会把计划告诉中东盟友的，伊朗正在跟我们谈，我们会看看他谈的我喜不喜欢这个概念啊，有可施力的地方，否则大家就走着瞧。目前呢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就摆在那里，让我们去比我们派去委内瑞拉的都还要大，等着吧哦。美军侦察机现身在伊朗附近，这个画面被捕捉到了。伊朗表示准备好回应所有的威胁，他们已经把手放在扳机上，包括有从巴林起飞的美军基地之外，还有海神反潜侦察机。而伊朗方面当然是说，我们也早就处于全面防御状态，精准的所有的各种的监测，我们的手始终放在扳机上。而最新一个画面是说，伊朗在的新动作是抢救核设施吗？为什么呢？卫星影像被曝光，表示各种的监看都持续进行当中。去年被美国以轰炸的伊朗核设施，这里出现新活动哦，一些搬移的画面显示加盖了屋顶等等的，这也是一个因应的措施吗？而美国的海军上样警告，所谓的 FA-18超级大黄蜂10年内就会丧失所谓的无惧啊，可以穿透伊朗领空的能力，会变成火把吗？那么伊朗快速提升的整合式防空，有一件事情，至少它绝对不是塑胶做的，不像先前在委内瑞拉那么容易的可以取得各种的军事的优势。所以川普如果真的打伊朗，没有那么简单轻松就可以拿下来。当然，很多的外交动作都针对于美国内部的动荡不安，川普必须从外交来转移话题吗？因为美国内部全美46州反ICE的抗议持续扩大的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到CNN记者呢在现场报道的时候，还被警方驱逐的人的这个辣椒水波及啊，让他不断的咳啊，影响了播报，没有办法播报整个中断啊。在 LA 示威现场还出现了失控画面等等，不断在各地46个州都有像这样抗议行动，2条人命活活生生的在路上被枪击死亡，还有更多的移民局所实行的悲剧。这个法官的裁决呢，引起了全球包括这个人道主义所有的国家的关注哦。一位要求把这个5岁的儿童跟父亲一起抓起来，现在在移民局一起被逮捕的情况之下，孩子是明确的拥有美国籍的。那么现在法官要求移民局必须立刻释放哦，认为在裁决中延迟逮捕行为，他的看法是对于肆无忌惮权力的奸诈贪欲、缺乏人性尊严的行为，必须这个是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所做出来的紧急申请处理。但是 ICE 现在有无上的权力来自于川普，有可能会让步吗？包括了东京巨蛋演唱会突然中断，
女神卡卡在台上干嘛呢？痛批 ICE 无情针对移民的家庭，各地的人们、儿童家庭无情的被针对，他的心很痛。而川普一直说他的经济是造成了现在美国再度伟大，所有的关税政策都非常成功，却民调再度的探底，落入了历史的新档，只有37%认可他的表现。邱毅委员，我们来看看到底打伊朗要不要做，恐怕也要看跟国内的情况有关系。川普现在仍然在营造极限施压的氛围，在他想法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川普过去在房地产、在娱乐界做谈判的一贯的手法。他本来以为说利用伊朗的经济情况很糟，社会产生高度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弄个抗争，然后搞一个颜色革命，就可以让哈米尼的政权自动倒台，然后他再趁势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而这个傀儡政权完全听川普的，那川普就等于实质上掌握了伊朗。可是天不从人愿，他的这一套方法最后失败了。失败了以后，他只好赶鸭子上架似的，准备要往真打的方向跑。可是我到现在觉得很奇怪的，美国一向过去要真打的时候，好歹2个到3个航母战斗群会到定位，但是这一次只从南海过来的林肯号的航母，再加上3艘有战斧导弹的宙斯盾舰，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部署真的够吗？赫格塞斯说都准备好了，只等着川普一声令下。可是原来说要到地中海来两面夹击的另外一个航母布希号，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就定位。但是川普把氛围营造得很高，军事压力、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然后现在川普提3个条件，做埃德美敦书。哪3个条件？第一个，把你伊朗的铀浓缩的设施销毁掉，也证明了上一次去年美国用 B-23战略轰炸机去炸伊朗的铀浓缩设施没有成功。第二个，要伊朗对于它的弹道导弹的数量跟射程要有所限制。第3个，要伊朗停止对那一个什叶派抵抗之狐的支持。哪些是什叶派抵抗之狐？哈马斯、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伊拉克的民兵部队，另外黎巴嫩的真主党。这3个条件伊朗都不能答应伊朗答应就完所以伊朗现在马上就要在荷姆斯海峡进行实弹演习。伊朗现在就是大不了鱼死网破嘛，这是伊朗现在的做法。可是伊朗现在有他表现出来的强硬，实力那么强吗？答案是没有的。我认为美国最后第一个不会采地面攻击，第二个不会采委内瑞拉军事绑架马杜罗的模式，但是最后应该会采取空中打击的方式，做局部性的打击，目标就是伊朗的核设施以及革命卫队里面几个重要的基地，然后逼哈米尼下台，然后换个傀儡政权。好，我们持续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美46州都发起了抗议的行动，抗议的就是移民局，其中有很多的家庭因此被拆散。这个5岁小男孩其实他是下学的时候被ICE的干员，然后呢对诱导，基本上是有点绑架他，
说你带我去你家，哦，那他就被迫的，然后呢到家里面，然后他爸爸接他来说，把他爸爸给逮捕。他们2位父子其实2024年入境美国的时候是合法成立了一个庇护案件，是在审理当中，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你必须要紧急离境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他们到明尼苏达来，就所有的这些都去做整理。厄瓜多出生，他甚至一直还想要打进这个厄瓜多的领事馆，厄瓜多这个他们的这些员工呢，在那边挡住他，哦，然后呢，他把这个父亲跟小男孩都带走。那万斯美国副总统讲什么话？那当然带走了，不然你要让他外面冻死吗？哇，真的是，所以法官说，对肆无忌惮权力的奸诈、贪欲及缺乏人性尊严，他就在骂川普啦。那同样，你现在看到他对伊朗的这些作为一样，他不就是因为前面没有办法拿到委内瑞拉、格陵兰，现在要对伊朗，希望能够平衡，这个证明什么东西？美国的军事力其实有局限的。第一个，它是展现了它的强力优势，然后呢，威慑上的优势。可是事实上，它没有办法对应一个大国。第二点，它也不敢真的去打全面性战争或地面战争，那个战争打不完，可能像伊拉克一样。然后呢，第三点最重要是，它违反国际法，它不尊重别的国家，展现了帝国主义的霸道。所以大家就觉得，你美国的军力过去是维持美国霸权很重要的一个支柱，现在呢已经失去大家对他的这种威望、尊重，反而是觉得，除非你要对我这些小国，但小国的抗拒，你看到一个一个不怕他，美国的军力已经其实衰退很多，因此你想要把它真的用来变成一种外交的工具，局限性有限。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以为说美国军力强，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证明你不能为所欲为，就跟你在明尼苏达一样，你把5岁小孩带回了德州，美国的法官、美国人的人性会告诉你，你实在是这种权力欲望不能无限上纲，你必须要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究竟会不会对伊朗动手？马上最后几个小时观察当中。我的观察，我觉得《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就是将不可运而制战，你不可以轻易的作战。如果说你要这个没有做过完全周全的准备，从开战到终战，你都做全程的作战构想，都已经准备好，都已经规划好，你贸然去开战。《孙子兵法》另外有一句话叫“虽智者不能善其后”。现在美国当然可以去打，他也有这个能力打。他在这边虽然说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可是他有10几艘的战舰，一次可以发射上百枚的战斧型巡弋飞弹，可以对伊朗的各个重要的设施，甚至于他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个首脑人物实施斩首作战。但是关键就是说，你打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伊朗会不会这次会不会反击？去年6月份的时候，双方有点套招，就是说，讲好了这个我要打你啊，那你这个给我个面子，那我先跟你讲你把这个防空飞弹架好，我也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地方，那你让你可以拦截。那时候乌代尔空军基地不是这样吗？这个伊朗故意打偏故意让美国去拦截。那这次会不会重演类似的情形？我觉得这次伊朗不见得会让。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次不会打偏他当然他是讲说是川普那个被暗杀的那个情节了